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重庆少了个肖战，变身实力派演员，粉丝感动不已。10年前的夏天，重庆少了个肖战，娱乐圈多了个追梦少年。那会儿，10年前的那个夏天，重庆还少了个叫肖战的小伙子。别说当时谁也没想到，他竟然会变成这阵子这个样子。其实他那会儿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设计师，平时按点上下班，早上赶公交，晚上还在老师开的那点小工作室里一遍遍琢磨着图纸。就像我以前认识的几个朋友一样，平凡的不得了，没啥蛮的光环。没想到人生就这么突然一变，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变成了娱乐圈里炙手可热的流量小生。这转变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从破音素人到舞台上的惊喜，说实话，最开始我也是挺喜欢看他的，毕竟那时候刚出道。记得有次我在刷视频，看到他在综艺里的表现，蛮青涩。那次他首次站在舞台上，声音还在抖，完全没有自信。结果龙丹妮那老师就一针见血的点评，破音了。我心里就一紧，心想这人真是个新手，怎么能这么快就被打击到？不过要知道，我当时觉得蛮有意思，那个时候的肖战就像个迷路的小孩，满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迷茫。其实他那会儿为了追赶节奏，真的是用尽了全身的劲儿，每天到凌晨都还在练习唱歌，拼了命的把自己搞得像个学徒工一样，什么都不怕。第一次亮相舞台那会儿，差点哭出来，脸上的汗都快流成河了。更搞笑的是，现场气氛挺紧张，他一紧张就破音的更厉害。那会儿，整个场子里只剩下一种感觉，真的是个菜鸟。李宇春老师站出来帮他说话了。李老师的支持，肖战的转折点。你知道，李宇春那次挺有意思的，他当时就说：“你听错了。”我真心觉得，那时候李老师的眼光真是老厉害了。其实，李老师一直都挺喜欢这个小伙子，觉得他挺有趣，眼睛大大挺有神。之后的日子，李老师多次站出来保护他，让他能够留在舞台上不断练习。慢慢的，那段时间，他每天都在练习，接各种小角色，什么校草、配角什么的。那时候粉丝还不多，身边也没啥资源，可他就坚持着。直到有一天《陈情令》火了，他一下子就成为了全民焦点。微博上留言像海一样多，机场的粉丝都能把门堵得水泄不通。那一瞬间，肖战的世上彻底变了天。记得那年微博之夜，他还特意等着李宇春下舞台，然后主动跑过去打招呼，脸上那份尊重和谦虚。即使身为顶流，他依旧会鞠躬致意，带着感恩的心情面对每一个长辈，每一位粉丝。从冰山到复仇者演技的蜕变，说起来，他刚开始出名是靠颜值和流量，但大家都知道，光靠这些其实是撑不了多久的。后来，他接了个叫《庆余年》的剧，饰演个严冰云。那角色一开始给人感觉就是个冰山美人，不苟言笑，冷冷淡淡的。可真正的他在表演中加入了很多细节，眼神的犹豫，微微皱眉的瞬间，那种内心的挣扎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，看得我都觉得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原本不少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流量明星上，觉得他只是个帅脸蛋，演技一般，但这部剧一播完，大家才开始对他另眼相看。我记得我当时在看那个剧，真的是他演的沧海给镇住了。刚开始他那个眼神，细微的像个偷看秘密的孩子，到后来他得知那个面具人就是自己一直敬重的恩公时，
那一场戏，那种崩溃的感觉，靠着他那泛红的眼眶和颤抖的嘴唇，直接把角色的心态表现得死死的。以前我还觉得他只是个流量小生，没想到他还能演出这种入木三分的感觉。这个演技的转变，真是让不少人开始重新认识他，从偶像到实力派的蜕变。你知道，肖战的粉丝圈子以前主要是年轻女粉，都是颜值控那一挂的。可看完沧海的表现后，很多不同年龄段、不同背景的人都开始关注他。那种感觉就像是养成系的剧情，越看越沉迷，越看越觉得他是真的用心在演戏。更别说他在拍摄谍报上不封顶的时候，那场民国谍战戏也火到爆，里面他扮演个潜伏在国防局的地下党员，为了角色，提前研究民国时期的各种资料，竟然去看一些老照片和书，努力把那个时代的气息融入到角色里。我记得他在剧组拍戏时蛮细心，有次拍完戏，天都快黑了，他还会主动去关心一下剧组的群众演员，小心点，注意安全。你说，他虽说是个大明星，但从不摆架子，老是把自己当成普通人一样。这份谦逊和感恩的心，让很多人都觉得蛮暖心。未来可期，肖战在不断突破自己。说实话，这阵子的肖战已经不再是那个只靠流量的少年了。他用一部部扎实的作品，告诉大家他是真的会演戏的。每次出新剧，我都指望着他能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像沧海和少白都让我觉得他的演技在不断进步，距离真正的实力派也就不远了。我一边看他一边想，真是挺佩服这个人，低谷时不放弃。还记得有次他在拍摄现场请全剧组的工作人员喝奶茶，那种关心细节的态度，真的让人觉得他不仅是个明星。这让我觉得他身上那份笨拙的坚持和真诚的心，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。看着他一路走过来的故事，我觉得未来他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棒的作品。那份青涩少年变成成熟演员的蜕变，真的是挺励志的。咱们也希望他能一直保持那份真心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在演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真心祝福这个老友记的追梦少年能一直闯出一片天。